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防务面对面。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大反攻啊，从去年喊到了今年啊，大家都在等你反攻，反了半天，什么时候开始啊？这次呀，普京总统确认了，乌克兰确实大反攻了，是从6月8号开始的。可是这个反攻情况究竟怎么样呢？结果如何呢？今天就这个话题呢，我们请羽田先生呢来分析一下乌克兰的大反攻，它的实际结果究竟如何？下一步可能往哪一个方向发展？这次乌克兰的这个大反攻呢，就像您说的，从去年叫到现在，其实一般来说反攻要有它的这个突然性，有隐蔽性，对这样它才有实际的这个战果。但现在都叫唤了几个月了，俄罗斯在扎波罗热地区修建了无数条防线了，然后还部署了10万人在那等着呢。现在再过去反攻，那不是拿头往墙上撞吗？所以果不其然这个反攻开始之后呢，乌克兰损失惨重。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这个统计呢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干掉了8辆豹式坦克，包括豹2和豹1，这个损失很大，还有10几辆的布莱德利战车，还有其他的各种装甲车等等，人员伤亡已经达到了1500，这个数已经非常大了。可以说，这个如果是放在一支部队上，基本上这支部队就已经算是残了，已经必须是撤退后面进行休养了。一个旅也就是现在也就是3、4千人嘛，他一下子死伤了1500人。当然，这不是一个旅。为什么说普京总统确认这是一个反攻呢？应该这不是一个旅的行动，是起码有2、3个甚至更多的兵力行动。我在这个地方呢，我想说一下什么叫战略意义上的反攻。根据军事学意义上呢，他们的定义呢，战略性的反攻应该是一个大的转折点，配合这个转折点的一系列游击组织的一些战役行动。当然了，乌克兰打到今天，你叫他回归那个经典的战略学上的反攻可能他已经做不到了。再说乌克兰也无所谓了，我不再按过去那个套路出牌，我只要通过我的反攻行动达到战略性反攻的部分的目的，我就叫它大反攻。大家看到就是您说的这次几个旅的突击行动，其实是冲着一个战略转折点去的吗？是收复俄罗斯占领的一个土地去的吗？其实都不是。但是对乌克兰来讲，这也是自从去年以来到今天最大的一次主动的进攻行动，这个意义它还是有的。因为乌克兰呢，可以通过这个反攻行动得到更多的西方国家的支持，可以安抚民心、稳定军心，提高自己的士气。所以，尽管它的损失很大，它的意义还是有的。那么，下一步乌克兰还会不会再进一步的采取行动呢？你分析？我觉得呢，乌克兰这个仗呢，肯定还得继续打下去。毕竟呢，这是一个政治仗，不是一个真正军事意义上的一个反攻。对，我同意这个观点。他是为了表演给人看的，而且呢，憋了几个月了，不把这股劲儿使出去这个乌克兰内部他也不好交代。现在乌克兰呢也采用了一些花招，像声东击西，比如他在别尔哥罗德那个位置，他派所谓的俄罗斯志愿军搞骚扰，然后自己的部队呢在扎波罗热打，这样就可以吸引俄罗斯的注意力。可是呢，现在两边都是没有讨好都是损失惨重。此外呢，最近这个卡波夫卡大坝被炸这个事情其实呢，我觉得也是一个他们反攻的一个内容之一，也就是让俄罗斯顾此失彼。它最大的收效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我觉得不要小看泽连斯基就在昨天，美国已经宣布了，我再提供额外的21亿美元的支持。我觉得这2个事情它绝对是有机联系的，不可能是孤立的事件。就是对于北约来讲，美国来讲，你有能力才去反攻，我才能给你进一步的支持。如果你没能力反攻，我给你那么多支持干什么？乌克兰就是要证明我确实有能力，哪怕损失大一点，但是能获得美国一下子21亿额外的支持，我觉得可能泽连斯基他认为是值的呀，对不对？坦克装甲车没了没关系，你继续给我提供所以普京他也承认了，乌克兰确实开始大反攻了。所以下一步可能俄罗斯的其他占领的地方还会有危险。这次呢，他可能找了一个觉得自己是薄弱的地方，
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，这地方并不薄弱。就像你说的，俄罗斯方面早有准备了。但是呢，既然美国已经给了21亿美元砸出去，我得听得响啊，对不对？别人想听不到，那是肯定是不可以的。所以，我个人认为啊，下一次乌克兰的反攻规模啊，恐怕比6月8号的这次可能会更大。你们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啊，这次反攻中啊，有些部队是北约训练出来的。我们可以发现啊，它的这个作战样式啊，跟传统的苏式这种机械式突击啊不一样，反而像什么呢？反而像美国的治安战。你看这一次这个损失惨重的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啊，都是那个排成一字长蛇阵，在这个铺装道路上前进，完全没有利用坦克的越野能力。那所以呢，那俄罗斯很容易能把它给堵住，然后一通炮火就把它给全部给报销掉。反过来说呢，就是俄罗斯还就不怕那种正规的打堂堂之战的战法，我这个炮火的集中的打击的效应啊，我才能出来嘛，对不对？这次就是这么一个结果。那精准打击啊，大家看到那个用的什么反坦克的导弹是非常精准，炸那个豹2坦克的时候，所以有可能下一次乌克兰在进攻的时候，战法可能会改变。但是如果不改变，估计啊，可能还会遭到这一次的下招。毕竟呢，目前看来，苏俄的那一套还是真的适应大规模战争，美国的那一套还是适应小规模战争。现在美国的这一套证明水土不服，可能乌克兰还是要走回头路，就看乌克兰下一步如何采取行动了。好，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方面面面，下一次再见。